陆先生，请尝尝。这菜绝不能送到老爷子面前。我不是故意为难谁，但这几道菜以专业标准来看根本不合格。陆老爷子现在本就身体不好，你们如果拿这种东西去糊弄他，万一他吃了以后动怒、气血攻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小王，你的心意陆家记下了，这件事儿不是你的问题。陆叔，我听说老爷子年轻时过得特别艰苦。那段日子，现在想起来，就像在昨天一样。那几年，父亲特别累。所以，母亲她是专业的厨师吗？当然不是，她当初就是一位很普通的家庭主妇。我爸在外面打拼，她就在家里照顾我爸也照顾我，买菜做饭、洗衣、收拾家。那时候家里条件也一般，吃的东西很普通，她做的也都是些家常饭。但面对一个工作很累的人，下班以后又饿又疲惫，她最想吃的东西是什么？我平常工作结束后，如果特别累，就特别想吃重口味的东西，最好是那种很下饭、很直接的味道。对，这就是问题所在。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个误区，我们都觉得想让陆老爷子不留遗憾，就必须做出最顶尖的味道。所以陆家请了国宴大师，请了顶级名厨，大家都在往一个方向努力，把菜做得更好、更精致、更完美。可这恰恰是错的。你说什么？老前辈，我不是否定您的专业，但陆老想吃的不止书师中做标准菜，而他的妻子并不是专业厨师。你们觉得我妈想的复杂吗？她是想的丈夫累了，在外头受了委屈，回家能吃口热乎的。她想的是这个吗？她想的是这个吗？她想的很简单，饭要下得去，味道要足，油水要够。咸不咸？正好。一道菜越完美、越专业，就越像厨师做的菜，越和陆老爷子记忆里的味道背道而驰。因为老爷子记住的不是完美，而是那个人，是他做饭的习惯不够专业的地方，专门留下的口味。第一遍是我作为厨师想做的菜，但这一遍或许才是老爷子想要的那一口。送去，给我爸送去。老爷子，怎么又送来了？不是说不吃了吗？小陆总放心不下。明烟啊，这孩子，我当初说这个遗愿，也不过就是一句随口的话。人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哪里还有那么多讲究？你说，这世间哪有人能做出他的味道？他走了那么多年，我都快记不清他的样子了，连梦里的脸都是模糊的。可偏偏那几口饭的味道我还记得，随口说了一句，却让你们折腾这么久。陆老，小陆总他们是想让您少点遗憾。我知道，所以才过意不去。因为您是个好父亲，所以陆总他们会这么做。说什么好父亲？年轻时忙着赚钱做天环，真正在家陪明渊的时间不多，也不是什么好父亲。算了，放着吧。就跟明渊说我吃过了，别让他再折腾。好。老爷子，回来了，饭马上好。这菜，老爷，怎么了？扶我起来，我要尝尝。好。当初要是再谨慎一点就好了，不该有这性子来。这万一要是有个闪失，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？我爸怎么说？陆总，老爷子，快说，到底怎么样了？老爷子他把4盘菜
全部吃完了。什么？4盘菜？他连半碗粥都吃不下，怎么可能全部吃完？我没骗人，真的。老爷子他不是一下子吃完的，他是一直在吃，从雪菜烧黄鱼到蒸蛋，一口接一口。我想劝他，可老爷子说别拦着他。他说这顿饭他等了50多年。你确定？我爸没有不舒服？没有，医生一直在旁边看着。老爷子吃得很慢，但精神比这几天都好。吃完以后，他还靠在床头坐了一会儿，然后什么？老爷子想见一见厨师。王先生，我父亲想见你。好。妈妈，老爷爷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。那就好，肚肚开心，人就会开心。王先生，请。王先生，老爷子就在里面。你就是做这几道菜的厨师？陆老爷子，是我。年轻，比我想的还年轻。您觉得身体还好吗？人都到这个时候了，好不好也就那样。很多年了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吃过这个味道。年轻人，你是怎么做出来的？这个问题我当然不能照实说。难道说我用系统道具复制了您妻子的手法？这种话说出去，我自己都觉得离谱。其实我也做错了。第一遍做的时候，我和之前那些厨师一样，想把菜做好。可后来我发现方向错了。错在哪儿？您的妻子不是一名专业厨师，她做饭不会按照专业厨师的标准来。她更在意的应该是您吃得下饭。您年轻时工作累，口味可能会重一些。是啊，他不是厨师，可是年轻人光知道这些还不够。你刚才说的那些道理是通的，我也信。可有些东西不是靠猜就能猜的那么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。年轻人，不管你是怎么做到的，谢谢你。你让我在走之前又见了他一面。年轻人，你不用紧张。我还有件事想麻烦你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再做一次。您说。是给孩子们。孩子们不记得这些了，只记得有个早早离开的母亲。他们母亲不是一个模糊的名字，她活过，笑过，曾在这个家里璀璨着。好，我再做一次。年轻时总觉得很多事都是钱能解决的，不是。钱能买很多东西，可买不回一盏灯饭。让明歇进来吧。王先生，我父亲怎么样？老爷子让你进去。好。站那么远干什么？过来。都这么大的人了，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？爸，您还好吗？好，吃了一顿饭，舒服多了。明言啊，爸，我在。这些年辛苦你了。爸，我不辛苦。辛苦就是辛苦，我看得见。你这些年做得很好，天辰交到你手里，我放心。明言，以后别把自己的太紧，天辰重要，可不是你的全部。人这一辈子，到最后记住的不是楼有多高，钱有多少，爸，记住就好。王师傅答应我了，会再做一次，给你们吃。你们那时候太小，你妈的味道你也忘了，我想让你们再记一次。以后别只记得她走得早，也记得她曾经在家里给我们做过饭。好，爸，我吃。她要是知道，应该也会高兴的。爸，您别说了，好好休息。爸，我以后不逼自己那么紧了，我会记住您的话，会好好吃饭，也会经常回家，您放心。爸，陆总，老爷子走了。
妈妈，老爷爷睡着了吗？他还难过吗？不难过了，他见到自己很想见的人了。那就好，老爷爷吃饱了再睡，就不会饿肚肚了。